只因爱上了一个陪酒小姐。从不花钱的男人居然叫了一次上门服务。 우리 헤어진 지 몇 시간이나 됐다. 아저씨 승진한 줄 알았더니 실망이야. 听到小姐的话，男人连忙解释。 저는 은하 씨 편히 쉬시라고요. 진짜? 와, 감동이다. 可见惯了世面的小姐根本不相信男人这种虚情假意的鬼话，她熟练地脱掉裙子躺到床上，将半个床位主动让给了男人。然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男人居然用手垫在她的头下，就这样一整夜什么都没做。男人名叫旭正，是小镇上出了名的大龄光棍，因为长得老实巴交、傻里傻气，所以相亲了多次也没人看上他。无奈的旭正只好找婚介所帮忙，想要花钱娶一个东南亚的老婆。 可婚介所不仅拿了钱不办事，还卸磨杀驴，把要求退钱的旭正暴打了一顿。经历了这些事后，旭正明白一个道理，他认为之所以自己找不到老婆，是因为都是相亲临时认识的。如果没有感情，两人就在一起生活，那么他宁愿打一辈子光棍。 죽을 때까지 결혼 못해도 뭐 안 하면 안 했지 뭐. 사는데 지장 없잖아. 然而打脸的速度极快，这天旭正像往常一样去牧场上班，只因在路上不经意的一瞥，他就被一个女人的美貌深深吸引了。旭正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心动的感觉。 回过神来的他立马调转车头，一路跟着女人来到了一家医院。可他这才发现，女人竟然是一名陪酒小姐。因为职业特殊，所以每个月他们都要来医院做例行体检。但即便知道了女人的身份，旭正对此却并不在意。为了和对方再次相遇，晚上他主动邀请同事去女子酒吧喝酒。果然在这里，他再次见到了那个女人。可由于第一次来到这种娱乐场所，旭正只会呆呆地坐在角落，整个人表现得极为紧张。在交谈中，他得知女人名叫银河，白天在一家咖啡馆打工，晚上在酒吧当陪酒女赚点外快。看着眼前呆呆傻傻的旭正，见惯了油腻男人的银河，也不免对他产生了一丝好感。他不仅在喝酒时大方地给旭正一个亲密的拥抱，还主动为他唱了一首自己最拿手的歌曲。 这次的酒吧之行让旭正彻底坠入了爱河。第二天，他便迫不及待地找了家旅馆，然后花钱点了银河咖啡馆的上门服务。当见到旭正的那一刻，银河的表情不禁有一些诧异，但旭正赶忙解释，说自己只是担心他工作太晚，想让他过来多休息一会。果然，当银河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时，旭正只是用手垫住他的头，什么也没做。可出于个人的职业素养，银河还是主动为他提供了服务，这让单身了30多年的旭正第一次品味到男女之间的快乐。自此以后，他对银河的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。每天只要一有空，旭正就会来到咖啡馆，点上一杯咖啡，安静地坐在角落，偷偷注视着正在工作的银河。可当银河猛地回过头来时，他却害羞地立马缩进桌底。每天早上，他还会给银河送去新鲜的牛奶和玫瑰花。当看到银河把东西拿进去时，旭正的脸上不禁露出幸福得意的笑容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银河每次回屋后都会把牛奶全部倒掉，因为他从小就不喜欢喝牛奶。为了讨好银河身边的朋友，旭正经常来帮咖啡馆打扫卫生。见他忙得汗流浃背，银河递给他一块手帕擦擦汗，这让旭正开心的不得了。他生怕把手帕弄脏，情愿用自己的衣服来擦汗，而这块手帕成了旭正的心爱之物，他整日带在身上，一刻也不愿意离手。随着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，旭正天真的以为银河对他也有好感。这天晚上，他邀请银河去看露天电影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他趁机向银河大胆的表白，说自己愿意照顾他一辈子，也希望他不要再做送咖啡和陪酒的工作了。可还没等旭正的话说完，银河就打断了他。 아저씨, 우리 오늘 데이트했다고 해서 절대로 사귀는 거 아니에요. 그러니까 나한테 이래라 저래라 하지 마. 나 그냥 심심하기도 하고 그때 청소해줘서 우유도 갖다 주고 아무튼 고마워서 그런 거니까 오해하지 마요. 그리고 앞으로 티켓 좀 끊지 마요. 이제 은하 씨 그냥 쉬시라고. 아저씨, 내 스타일 아니야. 银河直白的拒绝让旭正有些不知所措，他思考了一整夜，认为一定是自己的诚意还不够。于是第二天，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，再次找到银河，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诚意。可没想到这次银河更加生气了，他将钱全部扔到了旭正脸上，警告对方不要再干涉自己的生活。随后任凭旭正如何声嘶力竭的哭诉衷肠，银河还是头也不回的扬长而去。旭正本以为自己不管做什么都捂不热银河那颗冰冷的心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从那天开始，银河总是想尽办法不去送咖啡。在酒吧兼职时，他故意把自己喝得烂醉。聪明的他又怎会看不出旭正的一片赤诚？但他不堪的过往让他不敢也不配去接受这份真心。然而他还是低估了旭正的执着。这天深夜，银河刚刚结束酒吧的工作，没想到旭正一直在外面等着他。
他执意要送银河回家。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，这次银河并没有拒绝。路上，旭正特意为银河准备了他最爱的歌曲，他为上次的事情真诚地向银河道歉。伴随着欢快的音乐，银河用手紧紧搂住旭正，这一刻他体会到从未有过的踏实和安全感。回到家后，银河打开旭正送的牛奶，捏着鼻子小口喝下，没想到原本讨厌喝牛奶的他，竟然从中还尝出了一缕香甜。可就在两人的感情出现转机之时，旭正的母亲却无意间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她不仅强烈反对儿子和一个陪酒女在一起，还硬是拉着旭正去找人相亲，而相亲地点就选在银河工作的咖啡馆里。旭正无力反抗年迈的母亲，只能硬着头皮见招拆招，不管相亲对象问他什么，他都故意反着回答。可即便是这样，银河看到这一幕，心里还是像被针扎了一样。此时恰好有人点了外卖服务，原本已不打算跑外卖的他，一气之下再次前往了旅馆。猥琐的客人自然也不是为了喝咖啡，他抱住银河想要特殊服务，没想到银河却下意识地拒绝了他。客人对此大为恼火，二话不说直接用酒瓶砸在他头上，银河瞬间鲜血直流，倒地不起。等他再次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病床上，原来是旭正把他送到了医院，并且在这里守了整整一夜。看着眼前这个又傻又可爱的男人，银河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幸福。他终于卸下心中所有的顾虑，答应了旭正的求婚。不久之后，两人如愿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虽然现场布置得很简单，但是旭正却开心得像个孩子一样。母亲也开始渐渐接纳了银河，在宾客面前努力说着儿媳的好话。然而这倒不是母亲事已至此的妥协，而是因为在相处中，她发现银河是个懂事孝顺的好女人。她不仅会帮着家里忙里忙外做家务，也会体谅婆婆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。为了让婆婆放松一下，享受晚年生活，银河拿出自己的私房钱，偷偷为她报名了去济州岛的旅游团。 알고 있었냐? 이제 집안일 저한테 맡기고 놀러 다니세요. 아이고 우리 아가 복딩이 아이고 우리 아가 복딩이 아주 호박이 눈끝이 떨어지네. 애기 겨우 호박이요? 어머니 저 이제부터 잘할게요. 그래요. 아들 하나만 쏙 뽑아. 自从嫁给旭正以后，银河与过去所有人都断绝了来往。她一门心思在家照顾丈夫的起居，两人的婚后生活和谐又甜蜜。这天，他们来到一片梨花树下，在漫天飞舞的花瓣中，他们许下了永不分开的誓言。 오빠 무슨 일 있어도 내 옆에 있어줄 거지? 죽을 때까지 나만 사랑할 거지? 그럼 죽어서도 계속 사랑할 거야. 진짜? 然而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，却毁掉了这美好的一切。这天，银河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听到电话那头的声音，她的心瞬间沉入了海底。隔天，这个打电话的男人就找上了门，他自称是银河的丈夫，要从旭正手里带走银河。原来，银河曾经结过一次婚，因为忍受不了前夫的家暴，所以她只好选择了离家出走。可由于两人没有办离婚手续，前夫威胁旭正，如果不拿出70万，那么他就将银河带走。被逼无奈的旭正只好忍痛卖掉奶牛。 这才把对方要的70万凑齐。拿到钱后的前夫立下字据，答应以后再也不会来骚扰银河。可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，没想到前夫却出尔反尔。没过多久，又再次找到银河，他以重婚罪要起诉旭正为由，继续向银河索要分手费，俨然把他当成了自己的提款机。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这天，卫生站的人找到旭正，说他的妻子被查出染上了艾滋病，让他也到医院去做个检查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般，让旭正一时间难以接受。好在经过检查， 确定他并没有被传染，但旭正却没有因此感到一丝开心。他宁愿得病的是自己，而不是银河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旭正每天都心神不宁，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少。他不知道该如何把这件事告诉银河，而银河也察觉到了丈夫的反常。她误以为是前夫的事让旭正心存芥蒂，于是不禁萌生了离开的念头。这天，辗转许久的旭正终于打定主意，他决定把这件事如实告诉银河，希望他可以好好配合治疗，他们一定能共同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。可回到家后，他发现银河并不在家，除了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外，旁边还放着一封信。 사랑하는 석중 오빠, 나의 못난 과거 때문에 목장이도 팔고 괴로워하는 오빠의 얼굴을 도저히 볼 수가 없어. 속이려고 속인 건 절대 아니었어. 나 오빠를 진정 사랑했어요. 그것만은 진심이야. 내가 돈은 꼭 갚을게. 안녕. 旭正这才明白银河离开了，他像疯了一样的追了出去，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。银河最终还是离开了小镇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旭正找遍了周围所有城市，但却始终是一无所获。直到这天，他收到一笔异地存款，汇款的人正是银河。原来为了给旭正还钱，身无所长的银河只好选择重操旧业。他并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，每天像个机器一样不停地接客，然后将赚到的钱全部存到旭正的户头上。旭正本想通过银行查询汇款人的地址，结果却被告知对方是现金存款，根本没有固定的地址信息。转眼间1年过去了，旭正每天像行尸走肉般过得浑浑噩噩。母亲劝他忘了这个女人，就当对方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可认死理的旭正又怎会轻易放弃？他仍旧不厌其烦地四处寻找，每
每当他感到要崩溃时，他就独自来到海边，一遍又一遍呼喊着银河的名字。或许是上天被他的执着所感动，这天他终于得到了银河的消息，但打来电话的人却是警察。原来由于接待客人传播了艾滋病毒，银河被警方逮捕了。这瞬间成为当地最大的新闻事件。当旭正赶到警局时，看到日思夜想的银河被记者们围追堵截，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在此刻爆发了。 뭐야 그 자식? 누나야! 오빠가 줘! 오빠가! 누나야 걱정하지 마! 오빠가 구해줄게! 오빠가 구해줄게! 오빠가 좀 쏴요! 오빠가 구해줄게! 누나야! 如今，银河终于明白1年前发生了什么，但她能回应丈夫的只有无声的哭泣。然而，这一幕却被敏锐的记者目睹。为了抢下头版头条，一家无良媒体找到旭正，他们谎称只要接受采访，就能为银河争取减刑的机会。单纯的旭正信以为真，毫无保留地将他们的故事讲了出来。结果，新闻一经报道，立刻轰动全国，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镇上，所有人都知道旭正的妻子是个小姐，而且还得了艾滋病。一时间，镇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，争先恐后的开始做病毒检测。这件事让全家人都抬不起头。愤怒的哥哥将旭正一顿暴打，警告他不要再和这个女人有任何联系。一旁的母亲也只能躺在床上黯然流泪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旭正还是不愿意放弃，他一次又一次去看守所探望，可每次都遭到银河的无情拒绝。原来为了让弟弟断掉念想，哥哥带着母亲提前去了看守所，他希望银河主动和旭正断绝来往，不要再打扰他们家的生活。心怀愧疚的银河只好答应了。他可以不在乎别人的看法，但却不能不在乎旭正的未来。在等待审判的那段时间里，银河在牢房里度日如年。他每天都贴在墙上看着和旭正的照片，他多么怀念和旭正在一起的欢乐时光。而旭正又何尝不是这样？他在家里一遍一遍地看着录像带，回忆着他和银河的点点滴滴，看着日渐颓废的儿子。年迈的母亲不顾阻拦，直接毁掉了录像带。之后他更是以死来威胁旭正，说如果不和银河断绝关系，那么他就喝药自杀。可没想到旭正却一把夺走母亲手里的毒药，然后不由分说地喝了下去。好在最终抢救及时，这才保住了一条命。但由于声带受损严重，旭正从此以后再也说不出话了。经历了这件事后，母亲再也不劝旭正放弃银河，她心疼地告诉旭正，只要他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当妈妈的做什么都愿意。不久之后，银河的判决终于下来了，因为不是主观故意传播病毒，法院酌情判了他2年的有期徒刑。在去往监狱服刑前，银河终于同意了旭正的探视请求。为了让旭正看到自己过得很好，她特意悉心打扮了一番，而她也并没有忘记对哥哥和婆婆的承诺。当见到旭正后，银河故意表现得异常冷漠。 보다시피 나 멀쩡해. 그러니까 나 신경 쓰지 마. 오빠 안 만났으면 오빠 정말 꼴도 보기 싫어. 재수없어 가. 오빠 때문에 내 인생 망쳤어. 오빠 안 만났으면 재수없게 오빠를 만나서 오빠 아니더라도 나 충분히 힘드니까 빨리 가. 잘 가. 그동안 고마웠고 이제 진짜 오지 마. 听到银河的话，旭正眼含热泪却无法开口。他拿出一张手写的承诺书，那是他之前对银河说过的话，上面写着无论发生什么，他永远不会离开银河，会一辈子都爱着他，守护着他。尽管银河看完后内心感动不已，但他只能拼命压抑自己的情感，强忍着眼泪，嘴里继续说着刻薄的话语。很快探视的时间就到了，眼看银河就要被狱警带走，此时的旭正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开始拼命拍打玻璃，用尽所有力气喊出了银河的名字。 오빠 목소리 왜 그래? 왜 그래, 오빠? 어? 목소리 왜 그래? 어? 왜 그래? 어떻게 된 거야? 목소리 왜 그래? 어? 오빠! 오빠 미안해. 오빠 미안해. 오빠 나도 사랑해. 오빠 사랑해. 오빠. 오빠 내려와요. 왜 이래? 오빠. 오빠 내려가. 안녕하세요. 이게 신고 좀 해요.
빨리 가요. 나도 사랑해. 잠깐만요. 오빠 미안해. 오빠 나도 사랑해. 2年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当银河从监狱里走出来时，只见外面洁白的雪花漫天飞舞，他终于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。而此时的不远处，旭正傻傻地站在雪人旁边，他开心地向银河张开双臂，两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。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人能将他们分开。电影至此也接近了尾声。有人说旭正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，也有人钦佩他为爱付出一切的执着。或许这才是爱情原本的样子。爱情不是两个人简单的在一起享受幸福生活，而是共同面对一切磨难，且心里始终爱着对方。如果上天让你们注定相遇，那么请一定要彼此好好珍惜，因为那是命运送给你们最可贵的礼物。